最近网络上出现了一起引人关注的两岸风波。一位嫁到台湾的大陆籍网红，由于在影片中大谈武统台湾，结果被台湾政府取消居留资格，限期遣返回大陆。这件事一出，立刻在两岸之间引发热议，众多网友纷纷发表看法。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陆配网红被台湾遣返的始末，内容包括事件的背景，他为什么会被遣返，大陆网友揭露的内幕，以及这位网红在两岸舆论中的处境。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故事的主角，也就是这位陆配网红。所谓陆配，指的就是中国大陆地区的配偶，也就是嫁到台湾或者娶了台湾人的大陆籍伴侣。在台湾有相当多的陆配，新住民社群里大陆配偶其实占了很大比例，绝大多数人都和台湾伴侣组成家庭，平平凡凡过日子。然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网红可不一般，他在网络上的昵称叫亚亚在台湾，一听名字就知道他是一个在台湾生活的大陆人，还当起了网红，把自己在台湾的见闻分享上。亚亚来自中国大陆，据说是湖南人，几年前因为婚姻关系移居台湾，他和一位台湾男子结婚。按照台湾法律，陆配结婚后可以申请所谓的依亲居留，也就是依靠台湾籍亲属来获得在台湾的居留许可。拿到这个许可后，大陆配偶通常要经过一段不短的时间才能申请在台定居，甚至拿台湾身份证。在这期间，他们的身份还是属于外籍配偶，需要遵守一些相关规定。刚到台湾时，亚亚跟许多新住民一样，体验着不同的文化环境。他在网络上开始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用视频记录在台湾的日常，有吃喝玩乐的新奇发现，也有和家人的互动日常。由于两岸生活习惯和文化存在差异，他的影片对一些好奇的网友还挺有吸引力。一开始看来，这就是一个分享生活、聊聊异乡见闻的普通账号，但渐渐的，亚亚的影片风格出现了变化。他开始在影片中谈论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尤其是涉及两岸关系的内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论立场非常亲中。这里的亲中可不是一般的喜欢家乡文化，而是直接在替中国政府说话。他多次公开表示两岸一家亲，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更激进的是，他在影片中鼓吹武统，这个词是武力统一的简称，意思就是主张用武力手段来实现两岸统一。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一个人在台湾生活，享受着台湾的自由和生活便利，却公开主张让解放军攻打台湾，这操作未免有点匪夷所思吧？但亚亚的确就是这么做的。他拍摄了一些影片，内容包括展示中国大陆的新式武器装备，谈论大陆军事实力有多强大，语气中透着兴奋，仿佛迫不及待希望两岸赶快统一。他甚至让自己年幼的孩子一起出镜，在介绍解放军新型2栖攻击舰四川舰的影片中，孩子稚气地喊出一句，希望这艘军舰立下的第一功就是收复台湾。这一幕看得许多台湾观众目瞪口呆，这位妈妈不仅自己喊统一，连小孩都被教着讲收复台湾了，真是让人又惊又气。那么，亚亚为什么要发表这些言论呢？从他自己的说法来看，他觉得自己只是在表达一种政治立场，而且他很明确地站在中国那一边。在他眼里，两岸早晚要统一，他希望越快越好。或许他也知道这些言论在台湾会引起反感，但他似乎认为这是在宣扬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希望两边最终成为一家人。不过，他想用解放军来实现一家人的梦想。同时，这样的强硬言论也容易吸引一些大陆网友的关注。在中国网络上，不少人喜欢看到身在台湾还爱着祖国的人，他们可能觉得这叫在敌营里举旗吧。所以亚亚的频道很快就在两岸都引起了注意，支持统一的粉丝觉得他够爱国，某些台湾网友则开始觉得不对劲，怀疑这人到底是来台湾生活，还是来搞统战宣传的。事情的转折发生在2025年年初，随着亚亚的影片越来越高调的鼓吹武统，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在台湾，有一位反共的网络人士名叫八囧，他公开表示已经向政府检举了亚亚的言论，认为他利用台湾的言论自由在散播对台湾不利的主张。事实上，不只是八囧，
一些台湾网友早就对亚亚很反感，认为他一边享受着台湾的生活福利，一边却喊着要解放军打过来。这种行为简直是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在民间压力下，台湾的相关单位开始采取行动。2025年3月初，台湾内政部移民署找亚亚去约谈。所谓约谈，就是请他到移民署，对他在网上的言论做调查询问。据亚亚后来自己描述，那次约谈持续了将近3个小时，阵仗还不小，有录音录影设备，现场还有多位官员问话。移民署的人问了他许多问题，例如问他为什么要拍这些影片，有没有人指使他这样做，有没有从大陆那边拿钱，拍这些影片有没有团队在运作。很明显，台湾方面怀疑他是否参与了某种有组织的统战宣传活动，担心他背后可能有中国官方势力介入。毕竟一个人在台湾高调宣扬这种主张，如果真是自发的倒挺少见，但要是受人指使，那性质就更严重了。对此，亚亚当然是否认到底。他强调自己只是平民百姓，没有什么幕后团队，拍影片就是我和我孩子2个人。他也说自己没拿过所谓祖国1分钱，完全是出于个人理想才这么做。他辩解说，他平时也从各大媒体上看到资讯，台湾的公众人物天天都在说解放军多么强大，都可以在公共频道上传播，为什么他发表自己的看法就不行？那台湾所谓的言论自由又是什么呢？约谈过程中，亚亚还表示不同意，说他有危害、恐吓台湾社会的言论。移民署方面则明确指出，亚亚的言论已经涉及违法。根据台湾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相关规定，大陆配偶虽然可以在台湾生活，但如果有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的行为，政府有权撤销其居留许可。公开鼓吹中国武力犯台，就被视为可能危害台湾社会安全的一种情形。换句话说，在台湾政府眼里，亚亚嘴上喊的是统一的大义，但本质上他是在为战争叫好，已经踩到红线。台湾移民署在调查后不久便决定依法处理，他们依据相关法律第14条的规定，废止了亚亚的依亲居留许可，并规定5年内不允许他再申请依亲来台。以维护国家安全及社会安定，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亚亚必须离开台湾，而且5年之内都别想再回来依亲居留了。对他个人来说，这相当于被赶出家门了。别忘了，他在台湾已经有了家庭和孩子。居留许可被废止后，很快移民署就把正式的公文送到他家里，要求他在10天内离境，否则将对他执行强制出境。也就是说，如果超过期限他还不走，台湾方面会直接把他强制带走遣返。消息一出，亚亚一下子从网络争议人物变成了官方要驱逐的对象。他本人在刚接到约谈通知和处分决定的时候，其实一度安静了一阵。据他自己说，3月4日约谈结束时，他还签了一份切结书，也就是保证书，承诺不再讨论相关敏感内容，所以那几天他没有再发声。但等到真的接到限期离境通知，亚亚坐不住了，毕竟这下事情闹大了，他面临着必须离开生活多年的地方，甚至可能和孩子分离的结局。于是到了3月中旬，他又拍了一段影片，对外发表了临别感言。有意思的是，在这最后一支影片里，亚亚的语气比起过去缓和了许多。过去他总是在歌颂祖国强大，动不动就喊两岸要统一，现在他开始深情回忆自己在台湾的生活点滴。他突然大赞台湾是他的第2个家，说台湾的人情味很温暖，文化氛围也让他感到亲切。他分享了自己刚来台湾时的一些经历，例如第一次使用台湾健保卡看病，觉得健保制度很贴心便利，亲身体验后更加认可。他的父母也曾2次到台湾探亲，每次都是在他生产后才来照顾他。虽然父母在台湾只待了几个月，但对台湾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大陆后也常向亲友宣扬台湾的美好。总之，听起来他对台湾其实是充满感激与喜爱的，仿佛之前那个逢中必挺又喊打喊杀的人根本不是他。亚亚在影片中解释说，他之前保持沉默是因为签了不再讨论的保证书，但现在被要求10天内走人，这打乱了孩子的安排，他实在难以接受。他希望对外澄清一些事情，
也希望就算离开，也要清白的离开。这里所谓清白，指的就是他不想被台湾社会当成一个坏人，希望大家别误会他。他表示会持续澄清，为家人争取一个公正。言下之意，他似乎还想扭转舆论，至少不要被妖魔化。不过，从台湾这边多数舆论的反应来看，亚亚想洗白恐怕很难。大部分台湾网友对他这番示好并不领情，有人直接留言表示：早干嘛去了？现在才来赞台湾，太晚了。也有人讽刺他，意思是你的影片其实已经充分证明了台湾的言论自由了，你觉得不自由可以回中国，恭喜你现在可以回祖国享受言论自由去了。可以说台湾网友的嘲讽火力相当猛烈。一方面，大众对他享受台湾资源却不爱台湾这一点很反感，另一方面，大家也抓住他话里的矛盾点开刷。你不是嫌台湾不好吗？那正好回去啊，看看哪边好。说到这里，我们得提一提之前提到的统战。很多台湾人认为亚亚的所作所为不像单纯个人言论，更像是一种统战宣传的工具。所谓统战，就是中共对台湾的一种策略，用各种方式宣扬两岸一体、中国强大而台湾不堪之类的言论，试图影响台湾民心。而亚亚身为陆配却发出这种声音，在部分台湾人看来，他就像是安插在身边的宣传员。所以这次事件也引发更多台湾民众对陆配群体中是否有人从事类似宣传的讨论。有人开始回头检视网络上其他陆配经营的账号，结果还真的发现有几个也在发表类似统一言论的。据了解，至少另外2位常在抖音上发表亲中言论的陆配网红也被人检举，移民署陆续对他们发出了约谈通知。看来亚亚这件事让台湾官方开始全面注意到这类现象，不再视而不见了。那么在大陆那边，对于亚亚被遣返这事又是什么态度呢？这就比较复杂了。一般想象中，大陆官方和爱国网友们应该会力挺亚亚，谴责台湾打压意见，但实际情况有点两极化。一方面，中国官方果然出面了。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亚亚案时，就跳出来痛批台湾当局。他们把矛头指向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声称民进党当局用尽手段大肆打压岛内持不同立场的声音，再次暴露其所标榜的自由是鼓噪台独的自由，而不是允许统一声音的自由。甚至国台办发言人还点名嘲讽了检举亚亚的那位八囧，用了相当狠的评价，说这种人是宵小之辈，鸡鸣狗盗，为虎作伥，必遭严惩。这16个字骂得非常重，大意就是骂人家卑劣小人，帮着坏人做事，迟早要受到严厉惩罚。可见中国方面对于有人在台湾检举爱国陆配是非常恼火的，直接放了狠话。官方如此表态，自然在大陆媒体上大肆宣扬，营造出一种台湾打压爱国同胞，我们强烈谴责的基调。不过另一方面，民间大陆网友的反应就不尽相同了。由于现在网络资讯发达，很多大陆人也看得到亚亚先前那些言论，以及后来他改口称赞台湾的表态，所以在微博、抖音等平台上，有些网友开始对他产生质疑甚至嘲笑。有的说这人两面讨好，哪边好处多就往哪边倒，现在在台湾混不下去了，又开始夸台湾。也有人批评他，你既然这么爱中国，就不该留在台湾那么久，现在好了吧，终于如愿可以回到祖国怀抱了，请便。还有人替台湾政府鼓掌，表示他明显更爱大陆，那当然就让他带着孩子回大陆生活，很合理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网友都提到了一个自由的对比。他们讽刺地说，亚亚口口声声质疑台湾的言论自由，但事实上他能在台湾说出那些亲中的言论，而一开始啥事没有，本身就是台湾自由的体现。如果换作台湾人在中国境内喊打倒共产党试试看，恐怕早就被请去喝茶或者直接吃牢饭了。甚至如果一个大陆人在大陆公开喊支持台独，下场也绝对比遣返更惨。这些评论相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尴尬的现实。亚亚在台湾喊统一挺共，最终不过是被取消居留，赶回老家。而他回到中国之后，还真不一定能随便在网上发表他想发表的内容。大陆网友的这些反应，
也让亚亚的形象在他们那边变得有些尴尬。本来一部分爱国青年可能挺欣赏他的，但看到他最后时刻对台湾的示好言论，难免有人觉得他不够硬气，而理性的网友则干脆认为他是在两头捞好处，哪边都不值得信任。说白了，亚亚现在陷入了一种两面不讨好的境地。在台湾这边，他已经被贴上了统战工具和不受欢迎人物的标签；在大陆那边，他也未必能成为真正的英雄，反而可能被边缘化。有人形容他现在是里外不是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无论台湾还是大陆，好像都没有人真正在他这一边。支持统一的人觉得他办事不力，还露了怯；支持台湾民主的人巴不得他走得越远越好。网红做到这个地步，可以说相当惨烈。除了个人的得失，这件事背后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社会影响。首先是言论自由的尺度问题。台湾作为民主社会，言论自由受到法律保障，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限制地发表任何言论。尤其像亚亚这样，身为非台湾籍人士，却在台湾呼吁解放军攻打台湾，这已经不只是一般意见，而带有明确的威胁和挑衅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介入处理是有法律依据和现实考量的。这也让人们思考，在民主社会里，对鼓动暴力或破坏民主制度的言论应该如何拿捏分寸。毕竟如果完全放任，或许就给了极端主张者可乘之机，但若管太多，又怕钳制言论自由。亚亚的案例算是提供了一个参考，台湾选择了在法律范围内出手，既表明了态度，也遵循了法律程序。其次，这件事让两岸之间本来就紧张的舆论氛围又添了一把火。台湾民间可能会对陆配这个群体产生更多质疑和警惕。以前大多数人觉得新住民来台湾就是求生活安定，政治立场可能没那么重要，但现在发现，原来也有人在台湾过日子的同时，高调宣扬对岸那一套，甚至不惜以牺牲台湾为代价，这难免让一些台湾人心里不舒服，甚至开始对整个陆配族群提高警戒，担心会不会有更多亚亚在身边。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多数陆配其实是安分守己的，这种极端案例还是少数，但少数人闹出的风波，可能让大多数无辜的陆配都跟着被侧目，这也是一个隐忧。反过来看，对大陆方面，亚亚事件某种程度也揭示了所谓大外宣或者民间统战的一种困境。本想着通过一个嫁去台湾的女子来传达祖国声音，结果适得其反，最后闹到人被赶走。这说明在言论环境相对自由的地方，舆论自有一套免疫系统。大部分台湾人对明显的统战内容并不买账，甚至会反击。大陆要是真的想用这种网红来影响台湾，恐怕还得三思其效果。更讽刺的是，亚亚本人可能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他不仅没有成功感化多少台湾人心，反而丢掉了自己在台湾安稳的生活。未来他回到大陆，也许刚开始会被一些官方媒体包装成被打压的爱国网红来宣传一下，但热度过后呢，他可能也只是芸芸众生一个，很快被遗忘。而且他还得面对跟孩子分隔两地的困境，如果他的小孩留在台湾的话，想到这里，不禁让人替他感到一丝凄凉。总的来说，陆配网红亚亚被台湾遣返的事件，就像一出两岸互动的现代戏剧，一个人站在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的交界处，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两败俱伤的结局。对他个人而言，也许一开始只是理想冲昏了头，想在网络上当个爱国意见领袖，却没料到玩火自焚。对台湾社会而言，这事件提醒了大家自由背后需要坚守的底线；而对大陆舆论场来说，则再一次反映出体制内外对于自由二字的不同理解和诠释。希望这样的故事以后少点发生吧，毕竟家庭和乐以及两岸和平才是绝大多数普通人真正想要的生活。下次如果再有人一边享受着这边的好处，一边喊着那边的口号，或许他也该想想前车之鉴，别到了最后搞得自己两边不是人，那可就太划不来了。台湾人都是低等人种，被统一时你们就死定了。这样一句耸人听闻的狠话，竟然出自一位在台湾生活18年的大陆籍女子之口。她叫陈彩虹，是福建泉州人，18年前远嫁到台湾，如今在台北车站附近开了一家手摇饮料店。
当初带着对宝岛的憧憬来到台湾，他原以为会展开新生活，没想到多年后却因为一系列争议言论，在台湾社会掀起了滔天巨浪。陈彩虹原本只是众多陆配中的一员，她嫁到台湾将近20年的岁月里，相夫教子，还在繁华的台北车站旁开了一间名为大千金饮茶的饮料店，当起了老板娘。看起来她的生活早已融入台湾社会，然而在社交媒体上，陈彩虹却活跃着截然不同的一面。她经常在个人脸书等平台发表对两岸政治的看法，言辞直率火辣，甚至带着浓浓的统派色彩。所谓统派，就是主张两岸统一的立场，而陈彩虹的言论很快从一般的统派立场走向极端。最初，陈彩虹的帖子也许还算温和，比如抱怨陆配在台湾的待遇问题，然而很快，他的发言就变得刺耳起来。他常常直接称台湾为台湾省，自称省长。有一次，他在脸书上夸赞大陆男演员的魅力，甚至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放话说，我当上台湾省省长后，要给每个台湾女人都配一个这样帅气的大陆男人。这番话把台湾网友看傻了眼。他一个在台陆配，竟然幻想当起台湾省长，还要分配大陆男人。许多人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惊讶于他的言论如此离谱。然而，陈彩虹的言论远不止搞怪而已，渐渐带上了明显的政治挑衅意味。他在社群上发表长文，抨击台湾政府和社会。据网友截图显示，陈彩虹主张台湾立法院应保留6到8席给陆配担任立委，由陆配群体自己制定相关法律。你们凭什么对陆配指指点点？陆配的法案必须由我们陆配自己来定，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他特别点名执政的民进党，质问他们没有陆配身份，有何资格制定陆配政策？这样的言论一下刺痛了许多台湾人。这个嫁来台湾的陆配似乎对台湾的政治制度颇有微词，甚至想要插手立法，要求特权席位。这被认为是僭越又狂妄的想法，一时间就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更令人侧目的是，陈彩虹对两岸军事议题也发表了强烈看法。比如有一次台湾这边在关注解放军潜艇动态，他冷嘲热讽说，当你肉眼看到一艘潜艇浮上来时，说明水下还有更多看不见的，别天真了。我们祖国的潜艇是按团计算的，每团有50多艘，还有更多是你们不知道的。他话里话外炫耀大陆军力之强大，劝告台湾人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他还嘲笑台湾对美军演习的反应，称那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暗示解放军若动武，台湾根本挡不住。一次，他直言，只要大陆不念同胞情，往死里打半小时，台湾就是废墟。这种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听得台湾网友目瞪口呆，身为台湾媳妇，竟然公然宣扬解放军炸毁台湾。然而，这些还不是陈彩虹言论中最具争议的部分。真正让他声名大噪的是几段针对台湾人的猛烈抨击和侮辱。据传，他曾在网络留言中大骂，台湾人真的都是人渣，低等人众在嚣张什么？等着吧，被统一的时候，你们就死定了。这样的字眼可谓极端至极，充满了仇恨和威胁，把台湾人集体骂成下贱的种族，还放话统一之日就是他们的死期。这段话截图在网络上疯传，瞬间点燃了众人的怒火。试想，看见一个每天生活在自己身边卖奶茶给大家的陆配老板娘，竟在网上诅咒你们全都该死，这种震撼和愤怒可想而知。不仅如此，陈彩虹还表示自己在台湾多年收集了6张光碟的资料，据称内容包括台湾官员如何欺凌辱骂大陆人，台湾人如何赚人民币搞台独，如何欺压在台大陆配偶等等。他扬言这些都是他18年来搜集的证据，不是只有这一次。更骇人的是，他说如果有一天大陆当局决定对台动武，他愿意把这些资料提供给央妈，在国际媒体和14亿中国人民面前公之于众，作为动武的真相依据。换句话说，陈彩虹声称自己手握着一把证据，随时准备在两岸摊牌时帮忙揭露台湾的恶行。这种表态几乎等同于公开站在北京一边，准备配合对台的政治宣传甚至战争行动。对于台湾社会而言，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言论自由的范畴，更像是一种敌对宣言。
不仅如此，当有网友质疑，如果两岸真的开战，台湾可能扣押陆配当人质以前至大陆，你作为陆怎么办？陈彩虹的回应更是令人心惊。他说：“我会告诉娘家人，放手干吧。”也就是说，即使战火燃起，他宁可告诉大陆方面，不用顾及他这些在台陆配的安危，尽管发动攻击。这个回答把许多台湾人看傻了眼。一个人在台湾结婚生子，开店营生，却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安危和丈夫孩子的处境，甘愿充当炮火下的牺牲品，只为祖国一统。在旁人看来近乎难以理解，但这正体现了陈彩虹内心强烈的政治认同。他认同自己首先是中国人，而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了这个信念，他甚至不惜搭上自己和家人的安全。陈彩虹上述种种言论通过网友的揭露，在台湾社会激起轩然大波。起初可能只是零星的讨论，但随着那些截图在 PTT 等论坛上曝光，引发了铺天盖地的挞伐。网民们愤怒地给陈彩虹贴上各种标签，舔共陆配、统战手摇饮等等。他的店大千金饮茶也被网友讥讽为统战奶茶，意思是里面卖的不是珍珠奶茶，而是对台湾的不满和大陆的统战思想。很快，这股怒火从网络烧到现实，有人肉搜出陈彩虹的店铺地址，甚至有人亲自到场抗议。在他饮料店门口，据报道出现了一位手持中华民国国旗的男子，对着店里大喊滚回大陆，甚至爆粗口飙骂。据悉，这一幕被陈彩虹用手机拍下传上网，他气愤地回击道：“我不过卖饮料的，你又不买，只来妨碍我营业，还对我喊滚回大陆，骂三字经，想出风头吗？我帮你直播啊！”陈彩虹的强硬回应视频再度引发关注，一边是抗议民众怒吼要他离开，一边是他毫不示弱的反呛。整个事件如同闹剧，却折射出背后严重的社会对立。与此同时，官方也介入了，有网友纷纷向移民署检举陈彩虹，怀疑他可能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依据台湾法规，大陆配偶若要取得在台长期居留或身份证，必须放弃大陆户籍，不得同时持有大陆护照。有人怀疑陈彩可能隐瞒了中国籍身份，要求调查。更重要的是，许多人质疑他的言行已触及国家安全红线，鼓吹武力犯台算不算违法？在此之前不久，另一名在台陆配网红亚亚，因为在抖音上多次发布武统台湾的短片，已经被移民署废止居留许可，限期离境。那是2025年3月初引爆的新闻。亚亚在台湾嫁人生子，却在大陆的社交平台大肆宣扬台湾早晚插满5星红旗，四川舰第一功就是收复台湾等言论，还让年幼的女儿一起出境，高喊统一口号。台湾政府认定他有危害国家安全之余，迅速取消了他的依亲居留权，要求他10日内出境，5年内不得再申请。这是台湾首例因言论而撤销陆配居留的事件，引起了广泛讨论。陈彩虹事件正好发生在亚亚之后，台湾社会的敏感神经仍在紧绷，所以当陈彩虹被揭露出来时，舆论反应更加强烈。许多人呼吁不要只废除亚亚，陈彩虹这种也该处理。在巨大的压力下，移民署对陈彩虹展开调查。他们寄出公函，要求他说明是否仍保有大陆户籍或护照，并传唤他说明情况。一时间，陈彩虹也面临身份不保的危机。他出面接受媒体采访，大声喊冤，声称自己根本没有鼓吹武统，那些辱骂台湾人的截图是有人移花接木，盗用他头像捏造的。陈彩虹辩解说，有一些很离谱的话不是我说的，是造谣，他们把我的图像拿过去，打上陈彩虹的名号，然后随便编几句招仇恨的话来害我。他坚称自己没有说过武统台湾之类的话，更没有辱骂台湾人那些难听字眼，一切都是被有心人陷害。但是对他的辩解，台湾舆论普遍不买账，因为在此之前，他确实发表过许多力挺统一、嘲讽台湾的言论是有迹可循的，而且口气与那些截图如出一辙，要完全撇清关系，恐怕很难让人信服。何况，假如真是被造谣，大可以报警提告造假者，但陈彩虹并未提出明确证据来证明哪些话不是他说的，这使得大部分观众仍倾向相信
那些仇恨言论就是陈彩虹本人的真实想法。随着事件延烧，陈彩虹的饮料店生意一落千丈。他说自己遭到了网络霸凌和电话恐吓，还有人不断检举他的店，让他经营不下去。面对四面楚歌的状况，他在脸书和 Threads 平台上也发文诉苦。他一方面强调自己没有支持武统，两边都是家人，打仗对我有什么好处？另一方面又斥责网民把他妖魔化。人比鬼还可怕，他感叹地说道，指责这些在背后抹黑他、举报他的人，比闹鬼还让人心惊。陈彩虹还声称，有许多台湾朋友到店里买饮料支持他，给他加油打气，表示并非所有台湾人都敌视陆配。这番话真假难辨，但可以看出他试图营造一种形象，自己是遭人诬陷的弱者，有不少善良民众同情他。这起风波不仅在台湾岛内炸锅，在对岸大陆也引起了一些关注。对于陈彩虹这样的案例，大陆官方媒体和网友的反应颇为耐人寻味。北京方面的态度可以从国台办的发言窥见一二。国台办发言人批评台湾当局处理亚亚事件是愚蠢制造事端，虚伪又双标，指责台湾利用行政手段打压不同政见，伤害两岸婚姻家庭。很明显，大陆官方将这些陆配言论案定性为台湾方面歧视陆配、扼杀言论自由的行为。在陈彩虹事件上，虽然官方未必点名，但基调类似。台湾号称民主自由，却容不下支持统一的声音，是双重标准。大陆媒体《环球时报》也刊文声援这些被驱逐的陆配，称台湾当局此举是狗哨动员，暗示民进党政府借此煽动岛内的恐共情绪，打压异己。报道中还详细描述了陈彩虹们的委屈，例如亚亚喊冤自己只是希望两岸和平，却被污蔑是假结婚，孩子在学校受欺负。又如另一位陆配小薇被废止拘留时，在抖音直播喊话，我一个妇女喊两句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当局就怕了，我爱国有错吗？要付出代价我也光荣。这些报道在大陆网上引发不少议论，许多大陆网友对陆配的遭遇表示愤慨，认定台湾当局心胸狭隘，台独势力迫害爱国同胞。有网友讽刺说，台湾不是号称民主吗？怎么连几句统一的话都听不得？当然，也有一些大陆网民持不同看法，觉得这些陆配选择嫁去台湾就应该遵守当地法律，人在屋檐下不可太嚣张。还有人嘲讽陈彩虹、亚亚他们，既然那么爱祖国，何苦远嫁台湾？现在闹成这样，还不是自找苦吃？可以说，大陆舆论场对这件事也有一定争议，但总体上官方倾向同情陆配，将其塑造成爱国却受委屈的形象。从台湾这边来看，陈彩虹事件之所以引爆舆论，有着深刻的背景和原因。首先，台湾人长期处在两岸政治对立的环境里，对于武统二字极其敏感。毕竟，这不是随口说说的事，而是关系2300万人生死存亡的威胁。每当有大陆方面有人放话要解放台湾武力统一，台湾民众都会又气又惧。而如果这种论调竟出自一个生活在台湾、享受台湾自由生活的人口中，那种震怒和被背叛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有人形容这是在台湾人心上撒盐巴。本来两岸关系就让人不安，一个身边的大陆配偶还公然支持对岸武力犯台，等于往伤口上狂撒盐。其次，陈彩虹的言辞非常羞辱性，他使用了低等人种、人渣、流氓这种带有强烈歧视和仇恨的字眼来形容台湾人，这已经超出了正常政治立场表达的范围，而变成对整群人的人格侮辱。台湾人素以文化和身份认同而自豪，绝大多数认为自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也不接受被贬为二等公民。陈彩虹这些蔑视性的言语，直接踩踏了台湾人的尊严底线，几乎没人听了不会火冒三丈。还有，陈彩虹一边在台湾定居，一边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亲共情结和敌意，给人以吃台湾饭砸台湾锅的印象。在台湾自由民主的环境里，他开店赚钱，享受健保，养育下一代，但转过头却狂赞威权的祖国，诅咒养他的土地。这种反差让很多台湾人无法接受，觉得他是忘恩负义，甚至是养虎为患。有网友愤怒地问，台湾哪一点对不起你？你嫁来这边
台湾给了你生活，你却恨不得中国马上来打烂台湾，这是什么心态？这种情绪很普遍，大家为他的言行感到寒心，甚至产生一种被内奸伤害的愤怒。再者，不得不提台湾社会对大陆配偶群体一直存在的一些疑虑和偏见。多数陆配是无辜的，认认真真过日子的，但由于两岸政治对立，有部分台湾人对陆配抱持戒心，担心他们中有人可能是带着某种目的来的。过去就有阴谋论，猜测大陆可能派人透过婚姻渗透台湾社会。虽然听起来像电影情节，但陈彩虹这样的案例恰恰强化了这些猜想。他收集资料，当内应的言论被许多人解读为某种卧底行为，更加剧了恐惧。一时间，陆配间谍论、第五纵队之类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甚至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受中共指使在台搞统战宣传。尽管没有证据证明陈彩虹是官方派来的，但他的所作所为无疑严重伤害了整个陆配群体的形象，也加深了台湾社会对陆配的疑忌。陈彩虹事件也在台湾引发了一场关于言论自由界限的大讨论。台湾一向以民主多元著称，理论上人们可以发表各种政治见解，包括支持统一或偏向中国的观点。在台湾也有统派政党和人士公开主张两岸统一或一国两制，这些一般都属于合法言论范畴，尽管不见得受主流欢迎。但陈彩虹和亚亚们的问题在于，他们鼓吹的是武统，也就是用战争手段来实现统一。这在很多人看来不再是单纯的政治立场表达，而是涉及暴力和威胁，已经踩到言论自由的红线。支持政府处分陈彩虹的人认为，言论自由并非绝对无限上纲的，在民主社会也不能允许有人公开支持对他人施加暴力甚至战争，把2300万人的生命安全拿来呼吁攻击，这是恐吓和煽动暴力。有立法委员如民进党的黄捷就强调，武统台湾本质上是鼓吹战争的暴力言论，绝非言论自由所能保障。而且陈彩虹身为陆配，享受着台湾的自由，却利用这自由来宣扬消灭台湾的主权，这已经触犯了法律底线。政府有正当性，也有必要予以法律惩处。然而，也有另一部分意见认为，驱逐或处罚言论本身是不是也违背了民主原则？一些比较倾向蓝营或言论自由主义立场的人担心，今天因言论被驱逐陆配，明天是否可能扩及其他在台的异议者？他们主张应更谨慎区分言论和行为。如果陈彩虹没有实际违法，仅凭他说了再过分的话，就把他身份取消，是否显得台湾不够自信？国民党籍的王宏威立委就质疑，陈彩虹的话固然令人反感，但仍属言论自由范围。政府把人赶走，和台湾作为言论自由法治社会的形象是否相符？这个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两极化讨论。有网友反驳说，支持武统就跟支持恐怖主义一样，当然不是正常言论。也有人强调，言论自由不能拿来自我毁灭。甚至有其他陆配站出来表示，像陈彩虹这样的言论他们也无法接受，认为这是在给所有陆配惹麻烦。他们支持政府果断处理这些出格的人，以免整体形象受累。相反的，一些更自由派的声音则忧心政府动作太大，可能寒蝉效应，让人不敢讲话。还有人提出，如果换作在大陆，有人鼓吹台独或者骂中国人是低等种族，肯定早就被消失了。台湾毕竟不同于大陆，不该学对岸那套打压言论，只因对方的意见令人生厌。这场争论反映了台湾内部在自由与安全之间的一个拉扯。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无法容忍陈彩虹这种仇恨言论，但在如何处理上，有人主张法律应冷静以对，例如先给警告，限制他公开宣传的渠道，而非一上来就废除拘留，有点矫枉过正。但也有人认为，对这种公然叫嚣要祖国来打我们的，就该零容忍，尽快依法请他走人，免得夜长梦多。台湾内政部长刘世芳明确表态，言论自由不是鼓吹武力犯台的借口，触犯法律底线就要严办。行政院长更是放话，让主张武统、不客气对台湾的人尽快离开。这些强硬表态得到不少民众支持，因为大家觉得在生存问题上不能含糊。陈彩虹事件表面看是一名陆配和台湾社会的冲突，但深层次映射出两岸之间以及台湾内部多重矛盾和情绪张力。
对两岸来说，这是价值观与认同的正面碰撞。陈彩虹完全拥抱中国认同，认定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而绝大部分台湾人认同自己是台湾主体，珍惜台湾的民主制度，不愿被中国统一。这种身份认知的差异本就是横亘在两岸之间的巨大鸿沟，平时也许大家相安无事，但一遇挑动就会激起强烈反应。陈彩虹的言论相当于把大陆民族主义那一套搬到台湾的土地上来高声播报，自然撞上台湾本土意识的铜墙铁壁，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在他身上短兵相接，火花四溅。情绪上，双方都有各自的伤痛和愤怒。陈彩虹的长文里曾诉说，他来台后备受伤害，每天在电视和网络上看到对大陆人充满敌意的言论，让他心寒。他指责台湾人仗势欺人，对陆配有莫名的歧视，从未考虑过陆配的感受。这些年，中国崛起与台湾民意倾向疏离，中国政府文攻武吓不断，也难免让部分台湾人迁怒于身边的大陆配偶或移民。陆配群体中，有些像陈彩虹这样对台湾的反中氛围感到委屈甚至愤恨，于是他以言语回击，结果更加深了台湾人对他的不满，形成恶性循环，彼此都觉得自己受伤害，从而对对方更敌视。台湾内部也有统独立场和蓝绿阵营的矛盾投射其中，挺绿的人士大多痛恨陈彩虹，认为他就是统战先锋，在台享福还卖台，该严惩不贷。而部分蓝营人士虽然不一定认同他的极端言论，却对当局高调驱逐的做法有所保留，担心变成绿色恐怖。这类不同立场的交锋，本质还是台湾内部对于大陆议题的态度分歧。陈彩虹事件犹如一面镜子，照出台湾社会在面对大陆时，有的人主张强硬拒绝，有的人倾向开放包容，各自坚持自己的理念。更深一层来看，这件事也提醒人们，两岸人民间的融合与隔阂同时并存。一方面，陈彩虹远嫁台湾，建立家庭，看似两岸婚姻把人连结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心理上的距离可能比想象的大。他18年来依然怀抱着对大陆的忠诚和对台湾的不认同，说明并非每个陆配都会自动台湾化。在全球化与社群媒体时代，陆配即使身在台湾，也可以天天刷着抖音，和大陆亲友密切联系，思想上留在原来的同温层。陈彩虹或许就是这样，他的世界观仍深受大陆官方话语影响，对台湾的了解则停留在冲突和不满上。结果，人虽然在台北，内心却依然在北京。这对台湾社会是新的课题，如何帮助陆配真正融入，亦或当政治认同差异太大时，又该如何彼此尊重，和平相处。陈彩虹事件的发展犹如一杯摇晃过度的珍珠奶茶，甜的没摇出来，反倒摇出了满杯苦涩。一位卖奶茶的老板娘因为满腔统一热情，把自己和整个社会都搞得火药味十足，真可谓本末倒置。有人打趣说，他这杯统战奶茶实在太苦太呛，台湾人喝了一口纷纷吐出来，并且从此警惕菜单上再出现类似的怪味。玩笑归玩笑，这背后折射的却是最现实不过的问题。民主社会该如何容纳意见，如何面对内部的敌意？陈彩虹或许没有料到，自己在键盘上敲下的那些痛快话语会掀起如此巨大的风波，甚至可能让他失去在台湾的安身之所。这场风波提醒我们，言论自由固然是珍贵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顾忌地诅咒他人，鼓吹暴力而不承担任何后果。尤其当你的言论触及族群、仇恨和战争威胁时，它早已冲破了道德和法律的边界。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反过来，对于台湾社会而言，这起事件也是一堂课。如何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不让多元自由的招牌黯然失色，这需要智慧和平衡感。或许面对类似陈彩虹的言论挑衅，社会的自我免疫和理性讨论更为重要。当然，必要的法律手段也要准备，但不妨区分不同情况，循序渐进，既表明我们的底线，也不致陷入以言治罪的争议中。最后还有一句话送给包括陈彩虹在内的所有人：
自由很宝贵，请谨慎使用。陈彩虹在台湾找到了发挥言论的自由空间，却把它用来开了极大的火力，轰炸他人的情感。结果他不仅没有说服别人，反而把自己炸得灰头土脸，这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呢？如果他当初能换个语气，哪怕立场不同，也许还能有理性对话的余地，但选择了最刺激的方式，自然也迎来最猛烈的反弹。陈彩虹事件暂时告一段落，但留给两岸和台湾内部的思考并不会结束。茶余饭后，人们或许会苦笑着感慨，原来一杯奶茶也能牵扯出两岸恩怨情仇，真是比电视剧还精彩。不过，现实终究不是戏剧，我们笑过之后，仍需要冷静下来，思考如何让不同立场的人和平共处，如何避免下一杯苦茶再度端上桌。正如有人调侃的，招惹是非的奶茶不好卖，挑动仇恨的话不好听。唯有在尊重和理解中寻找共识，我们才能避免被仇恨冲昏头，也才能守护住宝贵的言论自由和社会团结。用幽默的方式讲完这个故事，希望大家在莞尔之余多一分思考。当自由与仇恨碰撞，我们选择哪一边？下一次，当有人再度端出类似的言论鸡尾酒时，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用智慧去化解，而不是让怒火烧毁彼此的桥梁？说到底，无论来自哪里，大家终究要在这块土地上一同生活。如果陈彩虹真心热爱她的娘家和婆家，也许有更好的方式去沟通她的想法，而不是把双边都变成仇敌。希望这场风波能让更多人明白，两岸间最需要的不是喊打喊杀，而是放下成见的对话。社会里最可贵的不是仇恨言论的自由，而是彼此包容的温情。至于陈彩虹本人，这一番折腾之后，她的人生将何去何从，或许只有她自己能回答了。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段大冒险般的经历已经成为两岸关系讨论中的一个典型案例，长期的供人回味警戒。事情说到这里，我们的这杯复杂滋味的陈彩虹奶茶也该见底了。品过之后，大家心里大概都有自己的评判。正所谓苦辣之中知真味，愿我们都能从中汲取教训，不让仇恨蒙蔽双眼，也不让自由走向失控。毕竟，不管统还是独，不管蓝还是绿，台湾社会最终追求的都是能让所有善意的人安居乐业，各抒己见但彼此尊重的地方。这才是比任何政治口号都更值得努力的目标。想象一下，有一位外来的女子站在你家门口，挥舞着别国的旗帜，大声宣称这里本来就是我们国家的，然后还挑衅地说你们奈我何。最近在台湾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个嚣张的人物，她叫做小薇，是一位嫁到台湾的中国大陆配偶，因为经常发表亲共言论而掀起轩然大波。小薇原本只是众多陆配中的一员，她来自中国大陆的贵州省，多年前因婚姻关系搬到台湾，和丈夫在这里组建家庭，还育有3个孩子。按理说，许多陆配都在台湾安分生活，融入当地社会，但小薇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她在社群媒体上相当活跃，特别是在抖音上开设了名为台湾夫妇3个小孩的账号，经常发布一些让台湾人看了直摇头的内容。画面里的小薇有时手里挥舞着5星红旗，带着孩子高唱中国的爱国歌曲，有时她对着镜头教导自己的小孩，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种种举动被台湾网友形容为舔共，意思就是讽刺她一味吹捧中国共产党并贬低台湾。这种言论在台湾这个崇尚民主自由的社会当然引发了强烈反感。一开始，许多网友对小薇的做法感到愤怒，纷纷在网络上谴责她。有些人更直接搜集她影片中的发言，向政府检举，质疑她已经逾越言论自由的范围，甚至可能违法。毕竟，小薇不只是单纯表达对中国的好感，而是公然宣扬两岸统一，尤其是带有武力威胁意味的言论。比如，她的影片中除了反复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之外，还曾经扬言台湾早晚会插满中国的红旗。对台湾民众而言，这仿佛是在替解放军武力犯台摇旗呐喊，难怪会引起众怒。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小薇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态度强硬，甚至开始公开呛声。
据说他曾在直播或影片中挑衅地表示，台湾人拿我没办法，仿佛笃定自己身为外籍配偶，有台湾配偶和小孩做庇护，即使鼓吹统一，台湾法律也拿他没辙。他甚至放话，就算台湾不欢迎，他也不打算离开，要就滞留在台湾，看政府能把我怎样。这种嚣张发言无疑更加深台湾社会对他的不满。那段时间里，小薇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瞩目，有人发现他一边大放厥词，另一方面似乎也开始为自己的处境担忧。3月中旬的一天，小薇在抖音上开直播，喝起了酒，嘴里嘟囔着我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她甚至说自己可能会离开台湾，带孩子回贵州老家摆摊为生，一副委屈落泪的模样，和她先前嚣张挑衅的态度判若两人。然而没过多久，画风又变了。隔天，她化好妆录制新影片，突然高喊胜利耶，仿佛宣告自己挺过了危机，还对着镜头喊话，要支持他的朋友们，对那些骂他的人要懂得爱与包容。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小薇的账号头像默默把5星旗拿掉了，关于两岸统一的影片也消失不见，一时间人们摸不着头脑，猜测他是不是暂时服软了。原来台湾的移民署已经开始介入调查小薇的言论。其实早在网络舆论发酵时，官方就注意到了这起争议。对于外籍人士在台湾发表涉及国家安全的言论，移民署并非毫无办法可管。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相关规定，如果认定陆配在台期间有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之余，当局可以撤销其居留资格，甚至将其驱逐出境。移民署秉持依法行政的精神，对小薇展开调查。首先，他们约谈了小薇，给予他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同时也搜集他过去发布的影片作为证据。这段期间，外界虽然等不到立即的处置结果，但移民署强调所有程序都必须按法律走，不能草率行事。他们还特地咨询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的意见，谨慎评估小薇言论的性质。在完成调查后，3月21日这天，移民署正式公布了对小薇的处置结果，废止他作为陆配的依亲居留许可。这意味着小薇原先因婚姻关系取得的在台居留资格被取消了。根据通知，小薇必须在10天内离境，否则将面临强制遣送出境的后果。此外，移民署还明确规定，他未来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来台依亲居留。对一个已在台湾落地生根，还有孩子在这里念书的人而言，这无疑是非常严厉的惩处。消息一出，台湾舆论一片赞声，不少网友直呼大快人心，认为政府终于出手，替广大台湾人出了口气。许多人认为，小薇仗着配偶身份在台湾大肆宣扬统战，早就该有这样的下场。还有人说，居留权是特权，不是天赋人权，既然他不珍惜，就别怪台湾依法请他走人。然而，当事人小薇对这项决定显然无法接受。据悉，在接到移民署的公文后，他气得立即拍摄影片开骂，把怨气撒向台湾政府。在这支随后曝光的影片中，小薇满脸怒容，手里扬着那份取消居留的通知书，激动地对着镜头大喊。他指责道，台湾政府就是这样的作为吗？来欺负一个带3个孩子的妈妈。紧接着，他又质疑，台湾不是言论自由的地方吗？我不过就是喊一喊啊，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喊一喊啊，台湾早晚插满红旗师，台湾政府就吓到了。难道我一个女人还能威胁到台湾政府？一个妇女说的话就把你们吓成这样，真是丢脸，丢脸丢到国际上去了。小薇把自己形容成无辜弱女子，痛批台湾当局小题大做。她的言下之意是认为自己讲统一的幻想而已，台湾政府竟然当真，还当成威胁进行处罚，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小薇这番愤怒发言透过网络传开后，再度引发讨论。支持政府立场的民众认为，正是因为台湾珍视言论自由，才更不能让人在这块自由的土地上鼓吹消灭自由的言论。他们反问，今天他享受台湾的自由，却宣扬把台湾交给集权政权，这算哪门子言论自由？也有人反驳小薇，要是真没做错事，怎会被撤销居留？现在装可怜有什么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其实，在小薇事件之前不久，
台湾已经出现一桩类似的舔共陆配争议，那就是网红亚亚的案例。亚亚本名刘振亚，同样因婚嫁来到台湾的中国籍配偶，也在台湾生活多年，育有小孩。与小薇类似的是，亚亚也经营着社群账号，在网络上发布大量亲共内容，而且颇有影响力。据了解，亚亚在中国的抖音平台上拥有将近45万粉丝，她的账号名称就叫亚亚在台湾。顾名思义，她以一个旅台中国人的身份在网上活动，但内容却几乎都是在对中国受众宣传所谓两统台湾的思想。举例来说，亚亚经常拍摄自己和孩子的日常，但言谈中总是不忘强调台湾迟早要回到国怀抱。她曾在影片里提到中国解放军的军演有多强大，足以维护国家主权，还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等，言下之意就是支持中国对台动武。更夸张的是，有一段影片画面中，亚亚亲自拿着手机自拍，兴奋地说道：海岛周围已经被围得严严实实，也许明天早上醒来，宝岛上已经插满5星红旗，想想都让人开心。在那一刻，他流露出的喜悦，仿佛真心期盼着中国军队赶快占领台湾。这些令人啧舌的言论被台湾网友截录下来，纷纷在各大平台传播。很多人起初根本不敢相信，一位在台湾生活的陆配竟然如此公然地为武力犯台叫好。随着亚亚的统战言论不断爆出，台湾社会对此议论纷纷。有人担忧这是否代表有组织的统战渗透，也有人气愤地要求政府尽快查处，不能让这样的人继续待在台湾。很快的，政府部门采取了行动，移民署同样依循法律程序，对亚亚展开调查并约谈。在约谈中，据亚亚自己后来描述，移民署人员特别拿出他影片里的几句具争议性的话解释。亚亚辩称那些影片是在中国的社群平台上发布，并不是他自己上传到台湾这边的网络，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影片里出现的人确实是他本人。所以移民署方面在记录谈话内容后，提醒了他不要再发表类似的言论。据他说，当时还让他签署了类似切结书的文件，明确告知他往后不能再做2件事，一个是恐吓，另一个是鼓吹武力统一。亚亚声称，他签名保证后就再也没有谈过这类话题。然而，尽管亚亚在约谈过程中表态配合，之后移民署还是决定对他做出处分。3月11日晚间，台湾媒体首先报道，亚亚的依亲居留权将被废止，限期离境。隔天，移民署也证实了这项决定，理由是亚亚在网络上公然鼓吹武统台湾，已经违反相关规定。和小薇的情况一样，亚亚被要求在10日内离开台湾，5年内不得再申请依亲居留。出乎意料的是，在消息曝光将近1周后，亚亚突然露面喊冤。3月20日，他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主张武统，一直希望两岸是和平。他表示，网络上流传的很多东西都是假新闻和断章取义，害他和家人承受很大压力。他难过地说，他的孩子在学校都被同学问是要跟妈妈一起被赶出台湾，甚至有人传谣言说他是假结婚，带大陆亲人来台等等，让他觉得名誉受损。亚亚一方面否认自己鼓吹武力犯台，另一方面也透露他已经聘请律师团队，希望透过法律途径来抗议移民署的处分，争取能够留在台湾陪伴孩子。毕竟他的3个孩子都是在台湾出生长大，与台湾有深厚连结，他不想全家被迫回到中国去。对于亚亚的喊冤，不少台湾人并不买账，他们认为亚亚现在才来打亲情牌、受害者牌，为时已晚。毕竟他曾在视频中说出的那些话历历在目，很难让人相信那不是鼓吹武统。正当各界各执一词时，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站了出来，直接拿出了铁证。就在亚亚声称自己清白的同一天，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在例行记者会上播放了一段影片片段，正是来自亚亚先前发布于中国网络的平台。影片中，亚亚谈到解放军演习和围台行动，脱口而出的那句也许明天宝岛就插满5星红旗，想想都让人开心，清晰地呈现在众人眼前。梁文杰看完影片，只淡淡说了句不用辩论了，意思是内容有无鼓吹武统，答案已经一目了然。
陆委会的这记公开打让亚亚的辩解一下子失去了说服力。许多媒体也报道了这一画面，社会大众看了之后，更加认定移民署对亚亚的处置是有根有据的。一些原本半信半疑的人，看到他亲口说出那样的言论，也不禁摇头感叹。可以说，亚亚的形象在这一刻彻底翻车了。本来他或许想博取一些同情，但铁证如山摆出来，反而让更多人对他反感。甚至有台湾网友挖苦道，他不是喜欢5星红旗吗？现在正好送他回去，让他好好亲近那面旗帜。值得一提的是，亚亚事件还引发了台湾朝野间的论战。有少数亲中立场的政治人物认为，政府驱离陆配的做法太过严厉，质疑是否侵犯言论自由。其中，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王宏威就曾公开声援亚亚，强调亚亚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在网络说几句统一的愿望，不至于对国家安全造成真正威胁。他把此事上纲到言论自由的高度，引发极大争议。许多民众和学者痛批这种说法过于天真，只散播武统言论，哪能算一般言论自由？有名嘴愤怒表示，难道要等到真的有人里应外合了才来补救吗？王宏威的言论因而遭到舆论挞伐，甚至有民间团体发起了罢免他的联署，认为身为民意代表却为鼓吹武力侵略的人辩护，实在不是人。这场风波也让更多台湾民众认清，在自由民主社会里，言论自由绝不代表可以毫无底线地宣扬仇恨或颠覆国家的思想。随着小薇、亚亚等陆配接连翻车，可以说在台湾掀起了一股反共民意的浪潮。许多人开始反思，对于那些利用自由环境鼓吹集权的人，我们是否应该更强硬地说不？有一位知名的网络意见领袖，网名叫做八囧的 YouTuber， 就在社群平台上号召大家采取行动。当时在移民署尚未正式对小薇宣布处置结果的时候，八囧一度担心政府雷声大雨点小。他在 Threads 网站上发文指出，如果移民署迟迟不公开处理舔共陆配的结果，他将发起街头游行抗议，主题就定为我是台湾人，我反共。事实上，移民署在舆论压力下没有让民众失望，及时对小薇等人做出了惩处。然而，八囧认为，除了个案处理外，更重要的是凝聚社会共识，彻底表达台湾人民反共的立场。因此，他开始筹备一场反共大游行，预计今年4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号召认同我反共立场的台湾民众走上街头。这次活动的口号是我是台湾人，我反共。这短短一句话听起来简单有力，直接点出了诉求。八囧在网络上呼吁大家踊跃参加，强调这不仅是针对几个陆配个案，更是向所有试图渗透台湾并矮化台湾的人发出警讯。这个倡议一提出，就得到许多网友的响应和支持。各社群平台上，不少人表示愿意上街头站出来，向世界宣告台湾社会对共产专制的反感。一些平时不太参与政治活动的年轻人，也因为小薇和亚亚事件被激起了热情。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捍卫家园的尊严，不容许他人在这片土地上大肆歌颂压迫自己的政权。有参与者说，我们欢迎各国朋友来台湾，但不欢迎来了还想消灭台湾的人。据了解，这场反共游行除了民众自发组成外，背后并没有大型政党介入，算是一种草根性的公民运动。不过，也有不少社会贤达公开表态支持。许多长辈级的人士感叹，几十年前台湾在威权时代也喊过反共，那时是反对共产党侵略，如今民主时代的反共则是防范中共渗透，意义有所不同，但重要性不减。一些学者则提醒，台湾在对陆配、陆生等相关政策上，也许应该进一步检讨法规漏洞，避免未来再出现类似的统战利用情形。当然，台湾毕竟是一个民主社会，即使面对统战挑衅，政府的处理仍需依法守分寸。目前，移民署对相关陆配的处置都依据现行法律框架，并无违反正当程序。小薇、亚亚们若不服，也有权透过行政申诉或司法途径寻求救济。未来这些案件若进入法律程序，势必又会掀起另一波讨论热潮。不过，就眼下而言，台湾民间展现出空前的一致，对于舔共行径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总的来说，
从小薇的嚣张放话到最后被驱离出境，从亚亚的狡辩到被官方影片铁证打脸，这一连串事件犹如一出高潮迭起的连续剧。然而，剧中的主角们或许没料到，他们原想利用台湾的自由环境谋取关注，最终却踢到铁板，自食恶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言论自由固然是台湾引以为傲的价值，但自由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当言论变成替集权张目并为侵略背书的工具时，台湾社会和政府也绝不会坐视不管。毕竟，民主制度保护的是建设性的多元声音，而不是纵容破坏自身的阴谋。小薇们的翻车也提醒着所有人珍惜自由，敬畏自由，莫要打着自由的旗号行伤害自由之实，否则等待这些舔共人士的只会是最终难逃的命运，以及台湾人民团结捍卫家园的坚定意志。一位来自湖南的女子站在镜头前，语气笃定地说着，希望四川建成军第一功就是收复台湾。听到这句话的人也许会愣住，什么？有人在台湾本地公开喊话，要解放军武力收复台湾？是的，你没听错，这位网名叫亚亚，在台湾的陆配网红，真的在网络影片中多次叫嚣类似的内容，而且是在台湾居住期间发表的。结果呢，他很快就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了代价，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个因为鼓吹所谓武统，意思就是以武力统一台湾而被撤销居留资格、限期驱离出境的陆籍配偶。故事要从2025年初开始说起。刘振亚这位女子的本名出生于中国湖南，几年前以结婚依亲的方式来到台湾定居。她在抖音上经营了一个账号，取名亚亚在台湾，也会在 YouTube 上传一些她在台湾生活的影片，吸引了不少粉丝关注。本来一个来自大陆的年轻太太分享在台湾的日常，听起来挺正常，不少人也乐于看看异乡人在台湾的见闻。然而，亚亚影片的画风可不只是吃喝玩乐或夫妻情趣，它的内容经常涉及两岸话题，立场鲜明地支持中国官方观点。尤其令人生叹的是，他常常公然主张武力统一台湾，像是刚刚那句希望中国军舰立功收复台湾，还有什么大陆武力统一台湾已经不需要任何理由，抱怨为什么还不赶快武统等等。这些言论在台湾社会看来相当刺耳，甚至刺痛。毕竟所谓武统台湾意味着战争、炮火和对台湾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威胁。起初，亚亚的这些言论主要发表在他的抖音账号上。抖音在中国内地流行，但台湾人平常不太使用，加上他说的内容多半是迎合中国听众的口味，台湾一般民众其实没几个在意他。然而，正所谓夜路走多总会遇到鬼，亚亚终于还是踢到大铁板了。一位台湾的网络名人八囧无意间刷到了他的影片，大为震惊。一个住在台湾享受台湾自由生活的陆配，竟然天天在网上呼喊要解放军来打台湾，这在他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又不能忍。于是八囧决定站出来做点什么。他公开录影片痛斥亚亚在中华民国的土地上胡言乱语，认为他的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台湾的国家安全。同时，他也拿起法律武器，向政府单位检举了亚亚的不当言论。接到检举后，台湾的内政部移民署随即展开调查行动。移民署负责管理包括陆配在内的外籍人士居留事务。他们调阅了亚亚在网络上的相关影片和发言，并且在3月上旬正式传唤刘振亚到案说明。据移民署后来发布的说明，经过他们和相关机关依法讨论研判，认定刘振亚公开发布的武统言论已经有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之余。简单说，虽然他还没真的做什么颠覆行动，但已经构成对台湾安全的潜在威胁。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相关规定，移民署决定祭出铁腕，直接废止他原本持有的在台依亲居留许可，并限定他必须在规定期限内离开台湾。更严厉的是，未来5年内他都不得再次申请依亲居留，相当于一脚把他踢回老家，而且短期内别想再回来。消息一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要知道，过去从来没有陆配因为言论问题被这样取消居留资格，相当于驱逐出境的先例。亚亚刘振亚可以说是第一人，
一时间成了媒体与社交网络热议的焦点。有支持者拍手叫好，也有人质疑这是否损及言论自由。我们先来看看各方反应。首先，在台湾民间舆论方面，许多人对移民的决定表示赞成，甚至觉得大快人心。在他们眼中，这位陆配一边享受台湾的自由和便利，一边帮着敌对政权张目鼓吹武力犯台，简直是吃台湾的饭，砸台湾的锅，不教训不行。网络上不少人留言，早该把他赶回去，台湾不欢迎这种人。还有人调侃说，他不是一直喊着台湾要回归祖国吗？现在如他所愿，马上就可以回归祖国怀抱了。哈哈，这场风波甚至意外诞生了一个麻将梗。有位立委半开玩笑地说，看来以后在台湾打麻将，武统这张牌可不能乱喊了，因为武统听起来跟武统一样啊，大家以后都改叫武炳比较安全。这番调侃引来哄堂大笑，也显示出亚亚事件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连打麻将都能联想到国家安全，真是哭笑不得。可以说，对于把亚亚送出境，台湾多数民众是举双手赞成的，觉得这就是捍卫国家安全和尊严的必要措施。台湾官方的说法也强调了国安立场，陆委会和内政部都出面表示，移民署完全是依法行政，任何违法的言论将依法应对。他们也重申，言论自由不应被滥用来支持统战或仇恨煽动。总统府这边更是行动迅速，事情发生后不久，总统赖清德就召集国安团队开会，研拟加强反渗透的对策。在那场高层会议上，赖总统首度明确将中共定调为境外敌对势力，端出了一份17项反统战渗透措施的大清单，里面包括恢复军事审判体制，全面清查公务员有无持有中国身份证，严格审核中港澳人士来台定居，甚至严厉限制赴中国发展的艺人在言论上不得配合统战等等。这些举措释放的讯号很清楚，面对日益增长的中国对台渗透威胁，台湾将强硬应对，不再姑息。赖清德也特别强调了一句，鼓吹战争仇恨并非言论自由，而是国际公约明确禁止的犯罪行为。换句话说，在民主社会，言论自由有底线，喊打喊杀、鼓动敌对行动已经踩过界了。然而，也不是没有不同声音，少部分人担心这会不会开启一个言论审查的危险先例。国民党有几位立法委员就提出质疑，台湾不是号称民主自由吗？怎么会因为发表政治言论就把人给赶走？这符合比例原则吗？他们担心民进党政府可能以国安之名扩权，限到言论自由。有评论就指出，虽然各国对非公民都有撤销居留的权利，但台湾长期以自由人权为傲，这样做难免引发外界观感疑虑。未来如何在保障国家安全与维护民主价值之间取得平衡，将是一大课题。不过，老实说，在铺天盖地的舆论狂欢面前，这些质疑声显得比较微弱，没有激起太大水花。反倒是大洋另一边的中国方面，跳脚跳得很厉害。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和网友对此事表现出强烈不满，纷纷指责台湾当局打压陆配，钳制亲中言论。最有戏剧性的是，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公开大骂这次的检举者巴囧，他用上了一串中国成语，骂巴囧是宵小之辈，还说这种人一定会受到严厉惩罚。一时间让人有种错乱的感觉，平常中国政府对自己国内异议人士可是零容忍，现在倒为了一个帮他们宣传武统的陆配高喊言论自由，甚至扬言要惩罚台湾的爆料人。这画风可以说相当诡异又讽刺。国台办的愤怒谴责，可以想见是做给自己国内观众看的，意在塑造一种民进党迫害爱国陆配的形象。但他们几乎避提雅亚那些鼓吹战争的具体言辞，反而把重点放在痛批民进党政府滥用行政手段、政治迫害大陆配偶上，试图模糊事件的重点。在中国的网络上，也有不少人为亚亚叫屈，认为他只是说说爱国话就被赶走，台湾根本没有言论自由。还有人叫嚣要对等反制，比如以后揪出在中国支持台独的台湾人也要重办等等。当然，也不是所有大陆网友都一面倒同情他，也有一些人冷嘲热讽。有人指出，这位刘女士当初可是为了拿中华民国身份证和台湾人结婚，拿到居留权就离了婚，
现在倒在那里高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难免让人怀疑他的动机。不管大陆舆论场上的声音如何，至少中国官方是牢牢把握机会，大肆抨击台湾当局，以服务他们的政治宣召。说回台湾这边，亚亚本人在事情曝光后也没有闲着，他先是在被约谈时当场指控台湾政府侵犯他的言论自由，还当着调查人员的面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显然他完全不认错，反而继续强硬表态，让在场的人都相当傻眼。等到移民署正式下达驱离令后，他又跑到网上拍影片抹泪诉苦，说自己突然被通知要在10天内离境，实在太措手不及。他声称有人一开始告诉他可以申请家庭团聚延期6个月，不必立刻走，所以他才没想到会这么快被赶走。对于外界种种质疑，他在影片中强调自己从来没有鼓吹武统，并且大赞台湾的健保和人情味，试图挽回一点好感。然而这番话为时已晚，没有人买账。回顾他过去留下的种种发言记录，武统台湾这几个字可是他自己亲口说过多次的，怎么可能抹得掉？至于他说的6个月团聚宽限纯属子虚乌有，移民署也立刻出面驳斥，表示从未给过他半年留下的承诺，强调他务必按时离境，不然就要强制遣送。眼看狡辩无效，亚亚终于安静下来，准备打包行李。他最后一次在抖音发表了所谓离台感言，一方面称赞台湾好，台湾有人情味，一方面又抱怨台湾每天造谣，甚至把自己一家人不得不分离的责任归咎于不实谣言，态度可以说相当矛盾。无论如何，在规定期限内，刘振亚将不得不离开。他口口声声说是第2个家的台湾，返回他念兹在兹的祖国去了。亚亚事件表面上看是个别陆配言行失当被处置，但其引发的连锁效应却相当引人关注。一时间，台湾社会开始出现对陆配群体更大范围的讨论和猜疑。毕竟全台已有将近40万名陆配，他们是台湾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两岸交流下的产物。然而这起案件之后，不少人开始把焦点放在陆配的忠诚度问题上。一些原本和蔼可亲的邻居大妈，可能转头就在脸书上问，那些嫁过来的大陆新娘心里到底认同谁？社群媒体上更是议论纷纷。有极端的网友干脆说陆配都不可信，这可把许多遵纪守法的陆配也一起推上了风口浪尖。有趣的是，就在亚亚被驱逐的消息爆发后，一些平时也在网络上活跃的陆配们纷纷站出来和他割。有位在台的陆配 YouTuber， 我们暂且称他为小慧，其实深受台湾文化熏陶，平日就很喜欢台湾。他看到亚亚的言论时也气炸了，觉得亚亚是在背叛养他的台湾，于是率先拍影片大力驳斥亚亚的不当言论。一开始，小慧因此获得台湾网友一片赞赏，大家把他视为挺台湾、反统战的正义代表。然而不到2天，风向突然转变，有些台湾网友开始连小慧也怀疑了，追问他，你会不会只是做做样子啊？要不就表态支持一下我们正在推的某某政治行动，不然怎么证明你是真心的？甚至有人要求他去响应近期号召的大罢免活动，不表态就说他假爱台湾，这让小慧又好气又好笑。他回应，你倒是先给我台湾身份证啊，不然我连投票权都没有。没错，像小慧这样的依亲居留陆配，其实拿的只是居留证，很多人尚未规划取得台湾国籍，无选举投票呢。要求一个还不是公民的人去表态政治忠诚，这种场景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荒诞？对小慧而言，更荒诞的是，她原本挺身而出声讨亚亚，可以说立场分明，但没想到最后还是被某些人当成外人审查了一番，真是哭笑不得。不止小慧，还有其他一些平时爱分享台湾生活的陆配博主也遇到了类似情况。有位昵称小叶的陆配，一开始在朋友圈破口大骂亚亚给脸不要脸，结果很快也收到陌生讯息质疑他是不是卧底。他不禁叹道，这个亚亚把我们害惨了。更令人惊讶的是，亚亚被驱逐的案例仿佛打开了某个开关，接连又有其他陆配的亲中言论被揪出来检举。据媒体报道，另有2位在抖音上发表类似言论的陆配网红恩启和小薇，目前也被人检举到移民署接受调查。
很可能会步上亚亚后尘。如果台湾官方认定他们的言论也达到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不排除也会取消他们的居留资格。甚至有些并非网红的陆配，只是在社群上发表了一些敏感观点，都受到波及。例如台北车站附近一间手摇饮料店的陆配老板娘，虽然平日卖珍珠奶茶与人无害，但据说她曾在脸书上主张立法院应该保留几席给陆配代表。仅仅这么一条言论，就让她收到了移民署的约谈通知信，要求说明。可见这波风潮已经引起陆配圈子人人自危，有的赶紧低调沉默，还有先前在中国社群上很红的台湾人或陆配，也开始忙着删除过去可能惹意的内容，生怕烧到自己。眼看事态越演越烈，很多台湾民众是拍手叫好，觉得对那些长期发表亲共言论的人就该这样重拳出击。在这种氛围下，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些夸大的说法，甚至可能有以讹传讹的情况。比如有人开始渲染台湾政府现在要严惩舔共陆配，杀一儆百。这话听起来很解气，但难免也把所有陆配都贴上标签，一竿子扫进去了。部分媒体报道用了驱逐陆配这样耸动的字眼，没细讲前因后果，可能让不明就里的人以为台湾要大规模驱逐在台的所有大陆配偶，造成误解。事实上，台湾政府并没有针对陆配族群的集体清洗计划，不可能这么做。此次事件从头到尾是针对特定人士公开鼓吹对台动武的行为进行处置，属于个案执法，而非无差别的政治清算。然而，不得不说，亚亚事件也确实让台湾社会开始重新审视陆配这个特殊的群体以及相关法律的灰色地带。长期以来，陆配在台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与本地人有所差别，拿到正式身份，也就是入籍取得中华民国国籍，需要经过常年漫长的居留与审核，期间也有限制政治权利。这背后其实是历史遗留和国安考量并存。一方面，由于两岸敌对的特殊情况，台湾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居民一直有所戒备，担心有人借婚姻渗透。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陆配是真心为爱嫁到台湾，婚姻家庭美满，在台深耕多年。他们取得身份证后，也努力融入社会，有的甚至参与政治竞选，服务社区。然而即便如此，社会上对陆配的疑虑有增无减。前些年就发生过几起陆配即使已拿到中华民国身份证，当选村里长或民意代表，却遭人检举出身背景，最终被以程序问题撤销资格的案例。另外还有上千名已经规划台湾20年的陆配，突然收到政府通知，要求补交当年放弃中国户籍的证明文件，仿佛要重新审核他们的忠诚度，搞得人心惶惶。如今亚亚这档事更是加剧了某种寒蝉效应，许多在台陆配私下都议论纷纷，以后我们讲话是不是得格外小心，言论的边界在哪里？会不会政府扩大解释，把一些其实无害的言论也算成危害国安？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从亚亚案后续衍生出的那些例子看来，官方的确开始更密切关注陆配的一言一行。大部分陆配当然从未想着参与什么统战活动，他们关心的多是柴米油盐和子女教育。但现在他们难免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万一一句话被有心人误会上纲上线，就可能惹来麻烦。可以预见，短期内陆配群体可能会更加低调，是在公共场合避免谈论政治，以免节外生枝。总的来说，台湾驱逐陆配这个新闻标题听起来很惊悚，但我们需要把事实和渲染区分清楚。事实是，台湾确实依法驱逐了一名发表极端言论的陆籍配偶，并可能对其他类似个案采取行动，但这并不代表所有陆配都遭到打压，也不是台湾社会对陆配群体的全面排斥。媒体在报道时如果没有解释前因后果，容易让人以为台湾当局突然对陆配痛下杀手，这是一种夸大不实的印象。真正的重点在于言行本身，无论哪国人士在台湾享受自由，就不能一边吃着这里的饭，还一边喊着要摧毁这片土地，这和言论自由并不矛盾。正如台湾官员所说，鼓吹武力攻击本身就逾越了民主社会可容忍的范围。如果换个情境，假设有个拿美国绿卡的人公开支持恐怖主义攻击美国目标，美国政府会不会取他的居留？很可能也是会的。
所以台湾此次的做法其实并非不可理喻，只是在两岸关系的敏感脉络下格外引人注目。这起风波对台湾和在台陆配都带来一些启示。对台湾而言，是一次在国安与人权间取得平衡的考验。毕竟捍卫国家安全是政府职责，但如何拿捏尺度，不伤害台湾多年累积的民主法治形象，需要慎思。对陆配群体而言，则提醒他们在享有自由的同时，也要注意法律红线，特别是涉及两岸敏感议题时，需谨言慎行。大多数的陆配其实和台湾人一样，爱好和平安稳，只想过日子。他们不该因为个别人的出格行为就被妖魔化，社会大众也应该理性改，不要以偏概全。那些夸大的指控或者阴谋论，例如宣称每个陆配都是卧底特工，要颠覆台湾等等，并没有根据，听听就好。最后，不妨用一种戏剧性的角度来回顾这整件事。一边是自称爱祖国、爱得深沉的亚亚，最终却因为大意乱说话，在民主台湾踢到了铁板，被迫踏上返回祖国的路。另一边是台湾社会，从震惊、愤怒到伸张正义，但也隐隐带出对内部自由价值如何维护的自我反思。这出跨海风波有点像现代版的农夫与蛇寓言，又夹杂着现实政治的无奈与矛盾。剧情虽然曲折，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无论媒体怎样炒作渲染，事实胜于雄辩。台湾有句俗谚说，别人在你家放火，你总不能请他留下来过夜。同理，如果有人利用自由环境来煽动毁灭这个环境，那么守护这片土地的人们势必会有所行动。未来两岸关系或许还会出现更多这种你来我往的戏码，但希望我们都能擦亮双眼，既不对威胁掉以轻心，也不被夸大的言辞牵着鼻子走。掌握事实，明辨是非，才不会在资讯混乱的时代中迷失方向。一个看似平凡的网络影片，竟然引爆了一场国家安全风暴。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昵称亚亚的大陆配偶，他在台湾经营自媒体，常常和自己可爱的台湾籍女儿一起出镜分享生活。然而，他的视频内容却暗藏敏感火药，公开宣扬武力统一台湾等亲中政治主张。这位来自大陆湖南的刘振雅，凭借与台湾前配偶所生子女取得在台依亲居留，常年在 YouTube 和抖音发布影片，大谈两岸一家亲、中国一定要统一等言论。一时间，他从寻常妈妈摇身一变，成为舆论焦点，引发全民热议。事情是怎样闹大的呢？原来台湾知名 YouTuber 巴囧注意到亚亚的影片内容，愤而举报了他涉嫌鼓吹对台动武。台湾政府随即行动，内政部移民署认定亚亚的言论已经触碰法律红线，迅速废止了他的居留权，并限令他尽快离境。亚亚就这样成为台湾首位因发表统战言论被取消居留资格的大陆配偶。消息一出，社会哗然。支持者认为驱逐主张武统者是维护国家安全，反对者则质疑此举是否侵害言论自由。一场关于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界限的大辩论就此展开，街头巷尾热度持续飙升。被取消居留资格的亚亚没有束手就擒，他在社群奋力喊冤，声称自己主张的是和平统一而非战争，还召开记者会哭诉政策无情，骨肉将被拆散。然而法院2度驳回了他暂停遣返的请求，行政机关也态度坚决，毫不妥协。2025年3月25日上午，她在丈夫与支持者陪同下现身机场，准备离开台湾。而机场外，挺亚亚的人士和反对亚亚的人群同时集结，有人高喊滚出去，有人怒斥政府迫害，现场冲突一触即发。最终，亚亚在限期最后一日晚间飞离台湾。戏剧性的是，班机降落中国福州后，亚亚却神秘失踪了，行踪成谜，连亲友都联系不上。民间甚至传出种种阴谋论，有人猜测他早已换人顶替，偷偷留台，甚至怀疑他其实是受中共指派的卧底特工。真相如何不得而知，但这一出武统言论引发的驱逐风波显然并未因亚亚离境而平息。更有意思的是，亚亚事件爆发后不久，台湾移民署接连发现更多类似案例。另外2名在台大陆配偶也被揭露在社群上发表亲共言论，
一人夸口台湾街头插满5星红旗，另一人赞扬解放军军演展示强大实力，维护主权。这些人同样被迅速限令出境。一连串事件让台湾社会惊呼：难道在台岸中从事统战宣传的不止亚亚一个？亚亚事件看起来只是个导火索，更大的隐忧浮出水面。这背后是否有一张精心布局的中共渗透网络正在慢慢收紧？亚亚的故事像是一块投入湖心的石头，激起的涟漪远超预期。然而，这真的只是一个网红个人的出格举动吗？还是说，它不过是庞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种种迹象显示，亚亚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正是中共对台隐秘渗透的冰冷真相。也许亚亚本人未必是受命行事的特工，但他所作所为与中共长期对台统战策略不谋而合。所谓统战，全称统一战线，是中共自建政以来对付敌手的一大法宝。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千方百计拉拢、分化、渗透、瓦解对方。从过去的地下间谍到如今的网红主播，这条渗透战线随着时代在不断进化。回顾历史，中共对台渗透从未间断，只是手法随着环境变化而调整。在白色恐怖年代，渗透意味着秘密党员潜伏台湾，广播电波隔海喊话，风险高而成效有限。1987年两岸开放交流后，中共立刻换了打法，把重心放在对台软攻势上。他们深知台湾社会开放多元，言论自由，这反而提供了绝佳土壤，可以把统战工作包装得如春风化雨般不着痕迹。没有硝烟，没有坦克，中共通过种种看似平常的文化交流、商业往来、媒体传播渠道，将影响力无孔不入地渗透进台湾日常生活中。许多台湾人可能每天刷着手机，看着电视，潜移默化中就接收了来自对岸的信息攻势，却全然不觉。试想一下，当一段抖音视频、一部热门电视剧、一篇夸张的新闻出现在你眼前时，你会想到这可能是对岸精心设计的统战操作吗？大多数人不会。但正是利用大众的这种无防备，中共在台湾布下了一张隐形的大网。从娱乐圈到新闻界，从宗教公庙到商业利益，从校园课堂到社群媒体，各个层面都成为中共渗透的管道。亚亚事件不过是让这张网的线头露了出来。接下来，我们就抽丝剥茧，逐一揭开这些隐秘手法的真面目。中共究竟如何悄悄影响着台湾？哪些你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暗藏统战玄机？答案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你是否曾追过大陆的电视剧、电影，或者喜欢某位两岸都有人气的明星艺人？小心，文化娱乐可不只是单纯的消遣，其中也暗藏着中共的统战戏码。中共非常善于利用文化软实力来影响人心，娱乐圈和流行文化就是他对台统战的一大前沿。举个例子，许多台湾艺人为了进军大陆市场，不得不对敏感议题三缄其口，甚至配合表态。某些知名台湾歌手、演员在大陆综艺上被要求认同一中原则，场面令人尴尬。如果他们不配合，就可能被封杀，事业受挫。久而久之，这些艺人在公开场合也变得不敢提台湾，顶多说自己来自中国台湾。还有的更主动迎合，例如台湾青年女星欧阳娜娜，不仅长期在大陆发展，还在国庆晚会上高唱中国我的祖国，高调表示身为中国人以表忠心。她在中国收获掌声和资源，却引发台湾民众质疑其立场。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当越来越多台湾偶像、网红在中国体制下晋升或被迫唱和统一路线，他们的粉丝、观众难免受到潜移默化影响，仿佛支持统一、认同中国在年轻一代中也是潮流之一。中共也会直接把手伸向台湾的文化市场。之前大陆大型影音平台企图进入台湾，例如爱奇艺试图合作渗透，让大量大陆剧集综艺直接进入台湾，千家万户。这些节目表面上是娱乐，实际上很多细节都经过审查，有意识形态的润物细无声。幸运的是，台湾意识到风险，已经以法规禁止了陆资影音平台。但互联网时代，资讯流通无国界，大陆的影视、短视频内容仍透过灰色途径流入台湾。某些大陆剧在台湾网络上爆红，其中塑造的历史观、民族观却完全站在中共立场。
例如美化某些敏感事件或淡化台湾主权，这些都可能在不经意间影响观众的看法。除了影视、直播和短视频平台，更是文化统战的新利器。像亚亚这样经营 YouTube 频道的大陆配偶只是冰山一角，还有不少人在抖音、微博等平台包装成在台陆配或台湾本地人，输出亲中内容。比如有人天天直播自己在台湾的日常，却时不时感叹还是大陆好，两岸本是一家，向大陆观众营造一种连台湾人都觉得祖国棒的印象。这些账号背后有没有官方指导不得而知，但他们客观上充当了统战宣传的网红。反过来，这些影片也会回流台湾的社交媒体，被一些亲中社群大量转发。一个看似普通的搞笑短片、探店直播，都可能夹带着统战私货，让台湾观众在哈哈一笑中接受了对岸的信息。甚至连台湾人自己开的直播，如果观点亲中，也会获得来自大陆的流量扶持和大批拥趸，形成一种红利。有网友调侃，现在连逛个 TikTok 都可能不知不觉被洗脑套餐喂上一口。更令人摇头的是，还有台湾本地的文化人为虎作伥，主动参与中共对台宣传。台湾艺人黄安就曾以举报台独艺人闻名，他在大陆社交平台多次点名批斗台湾，表态支持本土的明星，引发大陆网民攻击。这直接导致当年年仅16岁的台湾艺人周子瑜，因为在节目中挥舞了一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就被迫视频道歉，含泪声明自己是中国人。这一荒唐事件震惊台湾社会，很多人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娱乐圈早已成为中共政治斗争的前线，文化渗透的力量如此之大，一面小小的旗子都能掀起狂风巨浪。综上可见，从偶像明星的严刑管控，到影视内容的润物细无声，再到网络红人的舆论场影响，中共通过文化娱乐对台湾进行的统战无处不在。而人们往往在追星追剧时放下了警惕，笑声和泪水之中，统战目的已经部分达成。这正是中共高明之处，以文化人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心。当你下次看到某位艺人突然发表统一路线的言论，或者某部影片里的历史细节怪怪的，不妨警觉一下，这背后也许就站着统战部门的黑影。媒体是影响公众认知的利器，中共深谙对台湾媒体的渗透更是来势汹汹。你可能难以想象，每天早上摊开报纸，打开电视，其中某些新闻背后其实站着中共的推手。红色资本早已悄悄潜入台湾的部分媒体机构，企图让台湾的言论阵地染上一层红色滤镜。台湾有几家知名媒体频频被质疑立场亲中，其中一家报纸的老板甚至公开表示，统一后台湾会更好，其媒体集团在中国有巨额商业利益往来。这些经济纽带成为中共影响媒体的抓手，广告利益、投资入股、影子股东等等，都是中共惯用的渗透手段。表面上看，媒体仍是台湾人在办，但报道内容和论调却开始出现倾向，对北京有利的消息大肆渲染，对中共不利的新闻轻描淡写甚至封杀。反之，对于台湾本土政府和社会则时常挑剔放大负面，久而久之，观众不明就里，很可能就被这种润物细无声的选择性报道带偏立场。这就是红色资本收编媒体的可怕之处，它不需要官方审查命令，只需控制金流，就可以在新闻战场上扭转乾坤。除了资本运作，假新闻更是中共对台认知作战的杀手锏。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谣言往往跑在真相前面。中共透过境外设立的内容农场、社交媒体、水军，源源不断制造并传播针对台湾的虚假资讯。例如选举期间，社群平台上突然冒出大量耸人听闻的消息，什么某某候选人密会中情局，执政党贪污10亿，投票机器作假等等。等事后证明是无稽之谈时，谣言早已满天飞，破坏了选民对民主程序的信任。再比如疫情时期，台湾网络上疯传所谓美国给的疫苗有毒，或者只有大陆疫苗可靠等讯息，与中共官方宣传不谋而合，目的就是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动摇对国际伙伴的信赖。这些假消息很多都能追踪到大陆网军的身影。中共培养了庞大的网络评论员队伍，
俗称五毛。他们伪装成普通网友，潜伏在台湾各大论坛、脸书社团、LINE 群组中，一有风吹草动就集体出击，发布大量引导舆论的贴文。有时候甚至不需要真人，中共还运用程式大量生成假账号，自动散布特定讯息，让不明真相的台湾网友看到大量相似帖文时，会误以为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这种认知作战手法让谣言看起来像新闻，让极端主张看起来像共识，其对民主社会的杀伤力相当惊人。台湾社会对此不是没有察觉。2019年就曾爆发反红色媒体游行，许多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中共势力染指台湾新闻自由，当时矛头直指几家被认为收受中或亲中的媒体。此后政府也加强了法规，像是撤销某电视台执照、查禁不明金流等，以遏制境外势力干预。但中共的手段也在与时俱进，更隐蔽地绕过监管，比如通过第三地转投资或是赞助网络 KOL 发表亲中言论，而非直接控制媒体机构。媒体渗透的战场上，其实一直在上演一场真相与谣言的拉锯战。一边是台湾本土媒体和公民记者努力守护资讯透明，一边是中共透过金钱和科技手段大肆散播混淆视听的信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学会辨别讯息变得格外重要。看到惊悚新闻时，多问一句：这个来源可信吗？会不会是认知作战的一环？保持质疑精神就是对抗媒体渗透最好的防护罩之一。在这个资讯战争年代，中共的谎言炮弹无孔不入，我们必须擦亮眼睛，才能守住心中的那份判断力。如果你以为中共的渗透只发生在大人物、大媒体身上，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在台湾的基层社会，中共同样布下天罗地网，从地方、公庙、宗教团体到各式社团组织，都可能成为被渗透的目标。俗话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许多看似友善的交流和优惠背后，往往都有政治算计。台湾宗教信仰旺盛，庙宇林立，其中又以妈祖信仰影响最广。中共盯上了这一点，积极对台湾公庙下手，打着两岸宗教交流的旗号行统战之实。许多台湾庙宇管理者都有收到过来自大陆的殷勤邀请，邀请你赴福建湄洲岛妈祖祖庙进香，参加盛大庙会活动，所有食宿旅行费用全包，这样的好事谁不心动？于是一些公庙主事人带团去了大陆，回来后逢人便说大陆对信众多么热情，甚至开始在庙里宣扬两岸一家亲，连神明都显灵促成团圆。更有甚者，一些台湾庙宇和大陆寺庙缔结姐妹庙，每年互访，你来我往，好不热络。表面上看宗教交流加深了两岸情谊，但背后却隐藏着中共对信徒的影响渗透。一旦这些公庙的负责人被笼络，他们在地方上就可能成为中共代言人，在选举时帮特定候选人动员，在社区里传播亲中论调。信徒们出于对神明和庙方的信任，往往也就跟着受影响。有人形容这是中共在台湾以神为饵展开统战，连妈祖都被当成了对台工作的道具。不仅公庙，其他宗教和民间团体也面临类似渗透风险。例如，有些地方的宗教协会、同乡会、退休军公教团体会被安排与大陆对口交流联谊。交流途中，大陆方面盛情款待，给予各种便利，甚至红包奖品拿不停。这些赴陆参访的人回到台湾后，难免对中共心存感激，进而替他们说话。有的退休将领、退役将军受邀到大陆参加统战活动，在公开场合唱起我的祖国，宣称两岸同属中华民族。这些画面传回台湾，让人震惊又气愤。这些曾经的国军将领，如今竟站在中共旗帜下高呼统一口号。但从中共角度看，这正是统战成果，成功策反了一批具有象征意义的台湾人，为其对台宣传添柴加火。还有一些更隐秘的地方组织渗透，譬如某些看似民间的亲中团体，实际上与中共有千丝万缕联系。台湾曾出现所谓爱国同心会、统一促进党等组织，成员时常挥舞5星红旗在街头示威。这些组织表面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替中共发声，背后却被指控接受中共金援指挥。他们不仅制造社会对立，在必要时甚至可能充当中共的第5纵队。试想，如果两岸局势紧张，
这些组织会不会在台湾内部配合制造混乱？这是国安单位高度警戒的隐患。必须指出，并非所有基层团体都如此不堪。中共在台湾扎根统战，也不是每次都得逞。事实上，台湾有许多庙宇团体在交流时保持了定力，没有为了小利出卖立场。但统战工作讲究的就是个广撒网、多捕鱼，只要有一部分被策反渗透，就足以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学者研究发现，在一些统战渗透深的乡里，选举结果都会受到影响。那些地区选民更容易支持对中共友善的候选人，这绝非巧合，而是中共基层经营的成果。当你下次看到邻里长、里长组织去中国参访，或者庙里有人鼓吹对岸如何友好，不妨多一分留意，也许热闹的庙会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正动着这一切。中共的基层渗透正是这样，你看不见硝烟，却已经悄然渗入了社区巷弄之间。商场如战场，而在两岸关系里，商场更是中共对台统战的另一个战场。中共深知要抓住人心，先抓住钱包的道理，通过经济利诱来影响台湾人士，可谓屡试不爽。从大企业老板到中小商贩，只要能被利益收买的人，都可能成为其统战对象。首先是对台湾大企业和富商的统战。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台湾企业到大陆投资设厂，成为台商。中共对这些台商一方面提供优惠，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面也软硬兼施，要求他们爱国爱党。有些大企业家为了在大陆生意顺风顺水，开始公开替北京说话，回台湾后反过来要求当地政府接受对岸条件。比如有知名企业主在两岸紧张时跳出来警告台湾，不该惹北京生气，否则经济会受损，其言论立场与中共不谋而合。这些人可能未必真心拥护统一，但巨大的商业利益让他们不得不选择配合北京调门。当经济变成了政治绑架的工具，资本家也可能沦为统战的一环。中共也直接利用资金渗透台湾市场。按照台湾法规，中资直接来台投资受严格管制，可中共常绕道而行，透过香港或第三地公司假扮外资进来收购股份、投资产业。一度大陆某电商巨头就在台湾开设分公司，大肆运营，起初打擦边球瞒天过海，后来东窗事发被认定背后是阿里巴巴，才遭勒令撤资。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假外资真中资潜伏各行业，有些甚至涉足敏感的科技、电信产业，企图取得台湾用户资料或影响产业决策。这种经济渗透如果不及时防范，长远看将危及台湾的经济自主与安全。更微妙的是，贸易往来的利诱与制裁并用。当两岸关系和缓时，中共往往对特定产业开启红包模式，例如大量采购台湾农产品、水产品，或组团来台观光消费，让相关产业大发其财。一段时间，台湾香蕉、凤梨等水果卖到大陆供不应求，农民们笑开怀，这其实也是中共基层收买人心。然而当北京想施压时，又会突然祭出禁令，说什么水果有虫害就立刻暂停进口，或者骤减观光客赴台名额。大开大合的经济手腕，让依赖大陆市场的台湾业者欲哭无泪，也使他们对台湾政府心生埋怨。看吧，得罪不起老共，我们生计都被卡住了。中共正是以这种甜枣加大棒的方式，试图让台湾民众体认到跟大陆好处多多，跟大陆作对吃不消。经济利益被巧妙的武器化，用来撬动台湾内部的民意和政治走向。除了宏观经济，中共对个人也不吝撒钱。近年来，北京推出各种惠台措施，号称要让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例如发布31条措施、26条措施，在就业、创业、就学等方面给予台胞特殊优惠。在大陆工作的台胞可以申请住房补贴，创业的台湾青年可以拿到启动资金，甚至免费办公室。这些看似照顾台胞的政策，其实是统战套路的一部分，提供小利，吸引台湾人赴陆发展，进而逐步认同大陆体制和立场。对年轻世代来说，北上上海、深圳闯荡似乎充满诱惑，但当他们在那里安家立业、成家生子后，再回头看台湾，很可能心态就不一样了。这正是中共乐见的结果。经济统战可以说是糖衣裹着砒霜，短期看是利益，
长期看是控制。当越来越多台湾产业、企业主受制于中共市场，当个人的前途命运被与大陆绑在一起，台湾社会在面对北京时的抵抗力就会下降。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发生的现实挑战。如何在发展正常经贸的同时，筑起防止统战渗透的防火墙，是台湾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中共还有一句统战箴言：统战工作要从娃娃抓起。别以为小孩子、学生就远离政治，其实校园正是中共暗中角力的重要场域。为了影响台湾的未来世代，北京可谓无孔不入地在教育和青年领域下功夫，用交流名义行宣传之实，企图在台湾年轻人心中埋下亲共的种子。近年来，每到寒暑假，就有各种两岸交流营队向台湾学生招手，什么海峡两岸青年大联盟冬令营、中华文化研习营等等，名称冠冕堂皇，而且福利诱人，免费游长城看故宫，参访阿里华为高科技企业，还包吃包住，送纪念品。许多台湾学生一听有这么好的机会旅游见世面，纷纷报名参加。到了大陆，主办方热情款待之外，还安排了大量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比如带你参观抗战纪念馆，观看解放军威武形象展示影片，听取一国两制政策讲座等。在轻松愉快的行程中，统战宣传已经巧妙渗透。等营队结束，组织者往往鼓励台湾学生拍视频、写心得，大夸中国发展进步，成为对岸宣传台湾青年心向祖国的活广告。不仅如此，中共也积极给予台湾学生来大陆就学的优惠，不少大陆知名高校降低门槛，提供奖学金，吸引台湾高中生赴陆念大学。对于一些在本地未考上理想学校的家庭，这是颇具吸引力的出路。孩子到了大陆校园，就读4年下来，很可能就被当地的教材和氛围影响，对中国的认同增强，对台湾的认同渐渐淡化。而这些台生毕业后，若留在大陆就业生活，更会融入当地的价值体系。当成百上千的台湾年轻人在大陆完成高等教育，这股潜移默化的人才统战力量不容小觑。还有更隐蔽的方式，比如透过学术交流和研究合作，影响台湾教育界。中共对台湾的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也展开统战攻势，频频邀请他们赴大陆参加研讨会，当客座教授，给予高额报酬。席间当然少不了对他们做工作。有的学者回来之后，言谈中就开始替北京论调缓颊，在课堂上也可能向学生淡化中共的威权统治，吹捧大陆经济成就。这些细微转变，学生未必察觉来源，但观点已在耳濡目染中发生偏移。甚至台湾中小学也传出过被统战渗透的案例，某些大陆背景人士捐资赞助学校活动，或提供教材试用，其中夹带统一意识宣传，被家长发现后引发争议。可见中共对于下一代的思想渗透真是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当然，并不是所有参加过交流的台湾青年都会改变立场，许多学生只是把交流当旅游，回来依然明辨是非，对统战套路嗤之以鼻。不过中共执行统战从来不求立竿见影，它更像一场长远的心理战。润物细无声之下，也许在某些人的脑海中，中共刻意营造的正面形象已经扎根，觉得大陆很现代、很亲切，两岸没什么不同，统一也不是不能接受等等。这些观念一旦形成，就可能影响他们未来在社会上的态度和选择。面对中共对年轻世代的渗透，台湾社会也逐渐提高警觉。教育部最近要求学校更审慎对待两岸交流项目，避免让学生掉进统战陷阱。一些民间团体也主动向青年宣导如何看穿免费游的政治意图。然而，中共在教育领域的统战手法依然花样翻新，不得不防。毕竟，青年就是国家的未来，谁能赢得青年，某种程度上就赢得了未来。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校园攻防战中，台湾必须守护好教室里的纯净空间，不让外来的意识形态黑手染指孩子们的心灵。从亚亚事件掀开的社会论战，到背后抽丝剥茧揭露出的层层统战手法，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对台渗透的版图是何其庞大而隐蔽。文化、媒体、基层、经济、教育，各条战线环环相扣，
共同织就一张企图包围台湾的红色大网。这样的隐秘攻势或许不如导弹军演那般轰动，却可能更长远地改变人心所向。正所谓润物细无声的力量最为可怕。也许有人会问，中共为何如此不遗余力地渗透台湾？答案不言而喻，他们的终极目标始终是将台湾纳入掌控，而武力只是最后手段。在此之前，若能用舆论先行、人心先降的方式瓦解台湾的抵抗意志，便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统战渗透的战略意义所在。亚亚事件中，一名平凡女子的言论都能激起轩然大波，正说明当统战的暗流涌到台面上时，会引发多大的震撼。更何况，大多数时候，这些暗流都藏在水面之下，静静的推移，影响着台湾。所幸，台湾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有充分的免疫力和自省能力。每当中共的渗透招数浮现，都会被有心人揭露，引发公众讨论。这正是民主制度的可贵之处。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透明可以让阴谋无所行。如今，亚亚已被依法驱逐，但围绕此事的思考远未结束。台湾社会需要从这些案例中汲取教训，既要珍惜言论自由的核心价值，也要警惕有人打着自由旗号为集权张目。在开放多元与维护安全之间拿捏分寸是一大挑战。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对台渗透的隐秘战争并未停止，反而可能越来越复杂多变。面对这场长期斗法，台湾唯有提高全民的警觉性与媒介素养，坚定民主信念，才能筑起一道看不见但坚实的防线。毕竟，这片我们所热爱的土地，绝不能在不知不觉中让他人牵着鼻子走。亚亚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但警钟长鸣之下，更需要全民的清醒与守护。未来，每一个你我都是这场对抗渗透战役的参与者，认清统战套路，守护自由价值，让我们共同努力，不让隐秘的黑手主宰台来。